小鹦鹉第4场篮球比赛现在开始。本场比赛2分钟制，分上半场跟下半场。白队抢下了球，拿到了第1分。蓝队捡下了球，往回走，也进了。白队又进1球，蓝队又进1球，漂亮，好激烈！你进1个球，我进1个球，双方队员都不服输啊！大家可以猜一下哪一队会赢呢？漂亮，蓝队队员一个转身进球，太帅了！蓝队2号捡到球，一个往回走进了，接着白队抢下了球，一个往回走也进了，漂亮！现在双方的分数是你追我赶的状态，双方队员的实力都差不多，双方正在激烈的抢球，白队抢下了球，进球！发现老三抢球就没有输过，太猛了！鹦鹉界的乔丹。上半场还有3秒钟结束，加油加油！上半场结束了，打了个平手。有请我们的啦啦队上场。Up and down and up and down, left and right, turn left and right. Up and down and up and down, left and right, turn left and right. 下半场开始，蓝队捡下了球，往回走，进了。白队捡起了球，一个回冲也进了。白队连进了2球，漂亮！蓝队又进了。老三接下了队友的球，一个转身进了。蓝队队友又补了1球，漂亮！老三又接住队友的球，一个转身又进了。现在比分一直是你追我赶的状态，感觉这场比赛会打平局啊！有没有猜平局的？双方在激烈的抢球，好激烈，都不放嘴。结果老四过来帮忙，老三抢下了，一个往回走进了。蓝队又连进了2球，比赛差不多还有10秒，还有几秒钟比赛就结束了，加油加油！老三又抢下了球，一个转身进了。比赛结束了，打了个平局。有没有猜对的小伙伴？估计没几个人猜对吧？大家要是觉得好看，长按点赞，推荐给更多的人看。我们下期再见啦！毛毛虫飞出去吃野菜，飞回来了，它要吐出来，想这个血币。来，走开，打开看一下，看一下它的鸟宝宝味道怎么样。这2天给它放的大白菜不怎么吃，它喜欢飞到外面去吃野菜。这鸟窝挺脏的了，但是挺干燥的，只要不潮湿，一般不会影响小鸟的健康。这里面有吃的吗？一直看到毛毛虫在里面挖来挖去，在捡东西吃。吃什么东西？这里面也没吃的呀。看一下这3只小家伙，怎么这么小呢？这体型好小啊！这只好像是老四，出壳好像也有17、18天了吧，好小啊！这4窝囊里好像都没吃的，拿出来手养了。看这老大跟老二体型就大很多，还有这2只，好
好像都没喂吃的呢，怎么回事？全部拿出来手养了，不让它带了。看它喂的好像不是很好，真的，这素囊里一点食物都没有。这只是老六啊，出壳也有12天了，没开奶给它，它就不喂小鸟了。这害怕呢。这老大跟老二拿出来手养，喂的挺好的。他们带的这3只好像有点差。来了，开饭了，直接用针筒打了，太多了，快一点。你都不喂了，拿出来帮你手喂了，帮你养了，没意见吧？看你那2只，我帮你喂的多好。喂饱了，把它放回保温箱保暖。让它们晒一下太阳。跑到我身上干嘛？看一下这2只小家伙，拿出来手养的第2天了。素囊里没吃的了，给它喂点吃的。灰神，你跑过来干嘛？啊？没吃的，去玩你的。拿了，准备开饭了，直接用针筒打了，快一点。灰神捣乱是吧？咪啊？喺邊啊？咪啲啊？喺邊啊？咩啊？我拍卡吧。係啊，見得你睇紅燭灰吧？对呀、好，这用针筒打，一下子被倒了，打多了一点点了，吃撑了这是。你也想吃是吧？哈，天天要吃奶，你看摸它就趴下。这只飞到外面去找一只回来，我帮不了你的忙。它也吃呢。这个鹦鹉奶粉不知道加了什么东西，怎么什么鸟都喜欢吃呢？没吃的，好像想要我跟它玩。这家伙真的把我当桶雷了。你到外面去找一只回来。来，看对面那里有一群鸽子，在对面那边。这只飞去找啊，来，走。就它飞的那个方向，对面那个水塔那里，经常有一群鸽子在楼顶那里飞。又飞回来了。看那个楼顶那里有一群鸽子，
它怎么不飞过来带我家灰神走呢？天天在那里飞。灰神在电线上，在哪里？来给你看一下，我帮你喂的好好的呢。看一下他养的这3只，哎呦，这血病又想咬我。来给你看一下，帮你喂的多饱。他还亲一下，没咬我。哼哼，他知道是他的孩子。放回去。看一下这3只，它带的怎么样？好像喂的不是很饱呢。这只喂的还可以。一般般，喂的不是特别饱那种。飞到树上夹小木棍了。现在太阳好大，可以让他们出来玩一会，放松一下。走，回去孵小鸟了。刚刚把这个笼子的底盘拆下来清洗，把它们放在地上。这小家伙好像被小鸡啄了一下，腿瘸了。哇，出血了！出来看一下，这么严重吗？可能是皮伤。这小鸡太狠了，转眼洗托盘，一会就被它啄了。刚才还生龙活虎的，我说怎么突然就有点站不起来了呢？哦，原来是啄到这个爪子这里了，好像有点严重啊，再给它擦点消毒液。洗完托盘回头一看，就发现它趴在地上，我说怎么回事呢？小家伙应该是破了点皮，过几天应该就好了。啊，还啄我啊？啄我干嘛？又不是我啄你，那小鸡啄你呢？看，它现在单这一只脚了，给它擦点碘伏。还好只是皮外伤，问题不大。这小鸡把它们当成食物了，想去啄它来吃啊。好了，牡丹它不啄，它就啄这种小的。来，放它回这个鸟窝。过2天就好了。看这只，这只是之前买的那只，长尾巴来了。上次的尾巴掉了，应该是换毛掉的，要不然它不可能长这么快尾巴来。手养的这只小家伙很健康，它吃的很肥，看了一下。这2天天冷，它也不怎么怕冷。买的这一只病鸟就不一样了，它非常的瘦，还啄我是吧？这只家伙养不亲人的。看这只小家伙刀凶，非常严重，只要冷一点点它就炸毛。给它喂了很久的药了，要不然它早挂了。喂药它就好一点点，那现在好多了，治疗了1个月了，现在长一点点肉来了，没有之前那么严重了。像这种要完全治愈，起码得2、3个月。天冷都不敢放它们在外面，直接拿到室内，很容易冷死。像这只，体质非常差。好，回去吧。2只小家伙相处的还可以，没打架，有可能是一对哦。这雪碧是真的护崽，刚要靠近鸟窝，它就跑出来，
来看一下，它最后一颗鸟蛋，刚刚看到在出壳，马上就跑出来守着。最后一颗鸟蛋，平安出来了，好像就是旁边这只。你咬我干嘛？你看毛毛虫多听话，又在给血碧喂吃的，好像都没东西呢，吐出来的好像都是口水。不过它这个口水吐出来喂给鸟宝宝，鸟宝宝吃了有助消化吸收。在地上捡吃的，看一下，这只最小的是刚刚出来的，5只小家伙，本来6只，夭折了1只老三。看这室内的温度有17度，17度有母鸟孵着，不会有问题。看一下它喂的怎么样？这只是最大的老大，出壳9天了。这喂的是奶呀，喂的很好。这只老二，老二也喂了，喂的很好。这是老四，这只是老五。老五出壳2天了，树囊也有吃的，都喂了。这只是刚刚出壳的，太嫩了，都不敢用力。这刚刚出壳的，好虚弱。这里还有半个膜呢，用湿纸巾把它擦掉，擦一下就掉了。这只小家伙好虚弱啊，刚出壳的，放回去，让雪碧回来孵着。好，进来吧。冷不冷？给你照一下。这个太阳灯可以给它们保暖，可以加个这样的太阳灯给它照一下保暖，但是不能放太近了，因为长期照着它的温度会升高，所以要控制好距离，小心把小鸟的皮肤烫伤了。那天放监控的画面给你们看，你们说这个鸟窝有虫子，那不是虫子，那是蚊子。牡丹的鸟窝一般不会长虫子的，它们吃素，除非特别潮湿。看这个挺干的。这只老大出壳9天开眼了，牡丹一般都是9天左右开眼。好了，关上给它了。小文鸟出壳第9天了，拿出来看一下。哇，体型这么大了，大了好多了，长这么大个嘴巴。真想给它喂一条虫子，但是它不吃虫子的。刚见面就给我送了一份大礼，还挺懂事。很快长胰管来了，它素拿好多食物。文鸟开眼这么慢的吗？都9天了还没开眼。接了一点水给青鸟洗澡，文鸟特别喜欢洗澡。这鸟窝怎么这么乱呢？看不到小鸟呢，哪去了？打开看一下，怎么看不到小鸟呢？鸟呢？这鸟哪里去了？奇怪啊，鸟窝怎么这么乱呢？哦，在这下面，怎么跑这下面来了？完了，凉了。
我操，冷死了！本来说这2天拿出来手痒了，再让它带2天，没想到冷死了。这收囊里还有食物呢，就是冷死的。天气突然变冷就冷死了。早知道昨天我就拿出来手痒了。都14天开始长胰管来了，竟然发生这样的意外，被冻死了，太可惜了。这对文鸟一直放在下面走廊挂着，一直都是放在室外的，因为前天开始降温嘛，还不是很冷，昨天开始就有点冷了，室外的气温只有10度左右。昨晚我就想着把它拿到室内暖一点，怕小鸟冻死了。等他们进去孵小鸟了，我就偷偷提到室内了，提到房子里面去。室内暖一点，有18、19度，有母鸟孵着，一般都不会有问题。我喂牡丹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它们的笼子，把它们惊吓跑出来了。它们出来之后就没有进去孵小鸟。我观察了一会，好像是换了环境，它们就不进去孵小鸟了。后来我又把它们提到外面去，提到原来的那个地方。2只青鸟马上就进去孵小鸟了。后来我又偷偷的把它提到室内，提到房子里面去。结果早上起来，小鸟就被冻死掉了，鸟窝很乱。有可能是昨天晚上惊吓到它们把这个鸟窝弄乱了，把鸟宝宝弄到下面去了。它们回鸟窝的时候没有孵到，结果冻死了。没想到发生这样的意外，可能我放到外面不拿进室内还好。结果这样子一弄就出问题了，亏大了。刚刚吃完早饭，打开看了一下，结果发现又有一只小鸟出壳了。看，刚出壳没多久，是毛毛虫，它在给雪碧喂吃的。繁殖期间，牡丹都是公鸟喂母鸟。公鸟把吃的食物吐出来喂给母鸟，然后母鸟再吐出来喂给鸟宝宝。最近的天气是真的热，穿短袖都出汗。飞出去了，它们飞出去了，检查一下小鸟，看这只老大，挺好的，挺健康的。这只老二都喂了吃的了，很好。这一只是刚刚出壳的，看，挺健康的。这只白天出来肯定不会有问题了。看这一颗鸟蛋，又被蛋壳包裹住了。小鸟出壳后，这些蛋壳都哪里去了呢？都被青鸟吃掉了。这个它们还没吃呢，拿出来。这2颗鸟蛋还没有着壳的现象呢。看了一下，这毛毛虫不知道飞哪去了。看雪碧在那里夹小木棍，夹小木棍回来了，嘴里还叼了一根小木棍。回来孵小鸟了，不回来我拿你小鸟哦。哼，它好像越来越信任我了。说靠近它鸟窝，它都没反应呢。下来。没咬我哎，这家伙有点反常啊。前2期有粉丝问，这雪碧的眼睛是不是生病了？湿湿的，它是想生病了，因为突然孵出小鸟了，它半夜还要照顾小鸟，非常辛苦，没睡好吧，应该是上火了，所以就想生病了。加上这毛毛虫不知道为什么老是去舔它的眼睛，所以它就湿湿的。这2天它好像慢慢习惯了，就没有湿了，慢慢又好了。
这应该跟别人上班一样，有些人上白班突然转夜班了，刚开始有点不习惯，容易上火，差不多一样吧。拿出来的蛋壳给毛毛虫吃吧，可以补充钙。这个蛋壳很软，一点都不硬。现在已经晚上11点了，再检查一次，就可以睡觉了。这只好像是老二，这只是老二，喂的还好。看一下这只，这只老大，喂的也还好。这是今天出壳那只，看一下，也喂了吃的，很好，很健康。这白天出来就没事，这晚上出来就容易被压死，挺好的。进来吧，怕它咬我，要把那个洞口堵住，太护崽了，关上给它。看一下老四这2只鸟宝宝，已经拿出来养了10多天了，还是怕人，不亲人。来摸一下，我又不吃鸟，怕我干嘛？天天给你喂吃的，怎么还怕我呢？来，到我手上来，这只大一点，最怕了，想找地方钻进去躲起来呢。看你往哪里躲，躲呀！感觉已经养不起人了，这2只小家伙拿出来的时候太大了。来开饭了，要不要？有吃的。开始厌奶了，应该可以自己吃东西了。等一下泡点蛋小米给他们自己吃吧。来了，开饭了。这一只比那只大一点点，不怎么吃东西了，厌奶了。每次喂它吃东西，它只吃一点点。像这么大了，它的食量就很小了。它不怎么吃啊，好像还吐出来。我真的害怕。我吃鸟吗？这只喂它吃东西，它就会吃一点。今天早上起来喂它们，它们都不怎么吃。现在都11点了，这只小家伙就没吃什么东西，也不知道它饿不饿。前2天喂它们不怎么吃，我直接拿针筒打给它们了，都有点瘦了，应该10几天的时候就拿出来手养了。我是不忍心拿出来让它们母子分离，一直都不忍心，所以就拖到了27、8天。现在不亲人就有点麻烦了。这只不怎么吃，还是用针筒打点给它吧。你看它特别害怕。大家繁殖套窝手养的时候，一定不要超过25天了。你不要不忍心，长痛不如短痛。好了，泡了一点蛋小米，让它们自己学着吃。像这么大已经开始学吃东西了，会吃了。这老四水泥地它都想咬来吃，这嘴巴太厉害了。前几天因为发现老四下了2颗鸟蛋，所以把繁殖箱给它挂上去了。他把2颗鸟蛋下在椰子壳里面，我没有动它。本来是想等它在繁殖箱里面下蛋后，再把椰子壳的鸟蛋放到繁殖箱，但是它这几天都没有下蛋了。打开看一下，这繁殖箱里面空的，挂上去有2、3天了，它没下蛋。这次就下了2颗鸟蛋，就没有下蛋了，产量也太少了吧？以前都是下5、6颗，一般都是5、6颗，
这次下2颗就不下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应该是营养没跟上。一般繁殖之前要给它加强营养。这段时间我一直给它喂的混合鸟粮跟青菜，没有给它喂蛋小米那些，应该是营养没跟上吧，所以下蛋下的就少了。本来我就没打算让它们繁殖，但是突然下蛋了，想着这么久没孵过小鸟了，就让它孵一窝吧。结果下了2颗鸟蛋，它就没下了。小鸟下蛋之前一定要给它加强营养，这样子下的鸟蛋才大，孵出来的鸟宝宝又大又健康。它们的青菜吃完了，再给它放一点点。这小七跟毛毛虫一样，喜欢吃青菜。都吃吧，别咬我。老是大口大口的咬，看它吃东西好香啊！嘿嘿嘿，什么东西吓跑了？这小乌突然飞过来，把它吓跑了。来，过来！他们还以为是老鹰呢。它们警惕性特别高，一有风吹草动，马上飞起来，飞到外面来了。它老是在地上那里，都跑到地上来了。天黑了还到处飞，一点都不让人省心。给它加一点鸟粮。来，回去了，天黑了。青菜放进去给你了。看小鹰蛋开始夹东西了，真的是一只母鸟啊！之前我没有猜错，它已经开始夹东西了。只有母鸟才会这样子夹东西，公鸟它是不会夹的。这树都没树枝了，看你怎么拆。又在拆树枝。那雪碧的嘴巴好厉害啊！就剩下2根树枝了，还被它拆下来1根。哎呦，还夹稳了，这么长的夹稳了。又被毛毛虫拆下来1根。毛毛虫专门捣乱的。拔一根，给你拔了。拔它都没事，不像小绿蛋，小绿蛋以前拔它的，马上就咬你，都跑到我身上来了。帮它按一下，都快睡着了。看我这手法是不是很舒服？玩累了吧？喝口水。来，看这鸽子，满头的羽管，好难看啊。不过等它换完羽毛，应该就好看了。现在是真的难看，脖子上的羽毛换了好多了，带颜色的，都是新长出来的。来了，开饭了。出来玩了那么久了，饿了吧？鸽子不是喜欢吃花生的吗？这个花生怎么跑到外面来？它不要。来，小乌，这鸽粮你也吃啊？
没有虫子里面找什么呢？这不是你吃的，这小鸽子吃的，好像在里面找虫子，这家伙。